嗨，大家好，我是强哥，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呢，跟大家分享加密货币领域的行话跟专有的名字。当然了，本期视频也主要是为刚入币圈或不久的新朋友们准备的，币圈大卡可以略过啊。加密货币领域，因为它包含了区块链科技术语，又包含了金融市场的投资术语，有时候正是因为一些太过艰深的词汇，让我们觉得很困惑，是不是？好像加密货币超难的，我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研究才能理解，但时间对于现在的我们是不是又不是那么充足？这样你就可能望而止步了。如果真的是这种情况，强哥感觉还是超可惜的，因为事实上没有人刚进币圈就能搞懂数百个学校你现在所处的领域从来没有学过的东西一下就会了，对不对？我相信每个人都是一步一步学习后才开始慢慢懂的。那强哥今天可以替大家省点时间，整理出了一些币圈入门者需要知道的术语，出界的术语，进阶的术语。今天是入门篇，适合的对象是大致已经知道加密货币是什么，决定了投资，但是你打开网页啊，打开 APP 啊，一堆的专有名词，什么叫 KYC， 什么叫限价单，为什么人家会叫我转优等等，这些都是些什么东西？如果这些东西正在困扰到你，那么本期视频建议你一定看完，希望能解决你的困惑。接下来我会用比较常见的几个平台来示范，如果这些平台里面有你比较喜欢的知识，可以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再去注册使用。那我们就开始吧。好，首先我们想投资是加密货币，是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些不同的代名词，虚拟货币啊、数字货币啊、数位货币等等，这些名词呢在币圈其实我们就把它理解为同一个事情，就是通称加密货币。我们常说的加密货币是因为数位货币跟虚拟货币也泛指一些，比方说你的游戏点数啊这样的东西也是虚拟货币嘛，只是它没有在市场上交易的价值。而加密货币呢，是专指在区块链上运行的这种数位资产，它包含的特性就包含着我们说的去中心化，包含它是可以跨国的，它可以在众多的加密货币平台上去使用，所以我们习惯说加密货币，而不是外面正常听到的词可能会是虚拟货币，因为他说的比较没有那么精准。区块链是什么？大致上都已经知道，说区块链是一个好像很赚钱的产业，是一个财富密码、致富的机会。但是想跟大家说的是，区块链不是这些，一个东西碰上区块链，它不代表能够发展得很好，区块链只是它一个新的网络技术。就打比方说，我们的手机有 5G， 对吧？现在的手机基本上都是 5G 了，那不代表 5G 的概念股就一定会涨。区块链的领域也有好的公司跟不好的公司，对不对？重点还是要分析它跟哪个项目背后在做什么。比方说之前的交易所，它到底上面的交易大不大，会不会赚钱，这个金融平台背后的运作模式是不是真的能帮它用户赚到钱，而不是说它告诉你说这是区块链，这个是加密货币，就是一个获利的机会。原理不是这样，区块链帮助你在跨国转账的时候转加密货币，非常方便的一个新的技术而已。如果想要详细了解区块链是什么的话，看强哥之前的视频啊，特别有讲解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原理是什么，如何理解比特币和区块链的概念和原理，这都是讲得非常清楚的啊。基本上所有的币圈用户啊，都是要注册一个交易所的。什么叫交易所呢？就是一个交易平台。那这个平台它可以允许你连接你的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微信，你可以用银行账户转一点法币到你这个平台里面，你就会把你的法币换成加密货币。你有了加密货币之后呢，你就可以在我们的区块链网络上去到中心化的平台或者去到 NFC 的平台使用就 OK 了。在这里强哥还是极力的推荐币安跟 OE 两个交易所啊，因为它还是全球基本上最大的交易所，排名也是前几名里面啊，特别是币安基本上都是行业龙头老大，安全可靠。下载链接我也放在了视频下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币安的下载链接啊，第二个就是 OE 的。大家点这个链接去下载安装，还可以获得永久的一个20%的交易手续费，这个对我们也是非常重要的啊，可以节省一大笔费用。如果还有新朋友们不知道怎么注册安装的，不管是电脑端还是手机 APP 端，强哥这2个视频都有实操讲解啊，我相信一看就会，只要能认识字就 OK 了。当你在注册交易所的时候，都需要一个身份认证，它的英文简称就叫KYC 啊，要让你提供一些包含身份证的正面、反面，可能很多人会觉得很麻烦。那通常是因为你把注册交易所的 APP 理解成注册一个游戏的账户，但如果你把想象成为你注册的一个金融平台账户，就像是银行啊，还有开证券户啊，他们更麻烦，是不是？有些还要你去柜台，叫你带上印章。可是币安跟 OE 交易所全部都是走网发路，你只需要在平台上提供这些资料，你就可以通过，因为它也要防止有人想要洗钱，或者是找不到人的一些困扰，也算是保护你、保护平台的必须要的一个动作。我们注册交易所的目的之一是让我们的银行账户可以转账到我们交易所账号里面来，因为在我们入金、买卖货币、出金都是需要绑定你的一个银行账户，或者支付宝、微信也是可以的。当你绑定过后，让交易所平台知道，以后就从你绑定这个账户里面转到这个注册这个账户头里面，就代表了这位用户要入金的。那基本上呢，你注册的交易所都会知道啊，你绑的这个银行账号才能够去入金法币使用。还有一个什么叫 2FA， 大部分的基本上大一点的交易所啊，它都会需要你做一个2次验证，确保如果我今天的账户被偷了，那个人也是没有办法直接使用我交易所里面的资金。那很多都会叫你下载一个谷歌身份验证器，几秒钟之后数字它就会更换。比如说像我们玩梦幻西游游戏一样，它会给我们一个将军令，它的动态对吧，1分钟或者30秒变动一个数字，它这个谷歌身份验证器也是跟我们那个差不多，它这个只是8秒，或者是直接用你的手机或邮箱做一个2次验证。那接下来什么是钱包？当你注册过后，你会发现交易所里面有一个界面叫做钱包，基本上这个就是一个可以让你看你的交易所账号的资金的情况。比方说你现在有多少这个 USDT 的加密货币，如果有充值跟提现的需求，你可以在这个钱包里面直接完成。那什么是入金跟出金呢？它其实的意思就是把你的钱转进交易所或者转出交易所2个差别而已。那入金跟出金又分2种，一种是你要入法币或者入加密货币，其实很简单啊，看我们这个有2种方式，一个是一键买币，点一下我们买入就是入金的意思，比如说你要买多少个 USDT， 想买1000的，那我们输入1000，可以得到144颗 USDT， 我们就可以选择支付方式。刚才说的，注册的时候你就要身份认证，你可以绑定银行卡或者支付宝、微信都是可以的啊。这就是入金。出金也是一样，卖出你要卖多少 USDT， 这下面可以选择币种，根据自己的需求选择你想要的币种就 OK 了。如果还有新朋友不知道的话，也可以在强哥的往期视频这里看啊，一个出金、入金、买卖货币这些交易方法都有的啊。那我们第2种方式，经过 C to C 点进来的页面，我们入金在这里都有。第一个是买入就是入金，卖出就是出金。那我们想买什么加密货币，在这里可以选，对吧？想买 USDT、BTC、USDC、BNB、以太坊都是可以的啊。交易金额就根据我们自己的，我们想买，对吧？1000，这个是选择你的一个法币，中国我们就选人民币。那支付方式你是绑的是支付宝还是微信还是银行卡？如果是绑的银行卡，我们就勾选银行卡；如果是支付宝，你就选支付宝；如果你3个都有，我们都选一下所有的方式也可以。这里强哥要强调一下，最好选一个仅显示神盾广告方。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有这个神盾广告方，这个商家在币安交了押金的，如果你买了加密货币过后，他不发货给你，你可以找售后来处理。当然没有神盾也可以找售后处理啊。神盾就是更安全可靠，服务也好，时间也好，它是会被扣分的。
这是第一种啊。第二种就是我们选择那种成交量大的、成交率高的，基本上是没问题的啊。这个就是入金的一个方式，你要想买多少，对吧？你就输入多少，你想买1000就输入1000，直接购买 USDT 就可以了。按照它的步骤一步一步操作就 OK， 卖出也是一样啊，方法都是一模一样的。反正我们就筛选一下，最好仅显示生动广告化，选择成交量大的、成功率高的，这就是一个出金入金的一个基本概念啊。在这里另外友情提示一下啊，有的平台可能会想让你用信用卡，正常情况下不建议用刷卡来买币啊，因为它中间的手续费可能比较高，所以我们通常习惯的是要转法币到币安或者欧易交易所，再去进行买加密货币。接下来什么是现价跟市价？所谓的市价单就是在我们买这个币的时候，它现在的市场价是多少，我就愿意用多少来买。比方说我们现在要买几个比特币，那它现在的市场价是62053，你可以看到它的波动，有可能是62053，有可能是62051，我基本上觉得说它现在的波动不是太大，那我就直接买，这就是选用现在这个市面上的价格买。如果说我希望等它跌到59000的时候再买，那我们就用这个限价单。假如我要买1颗比特币，我希望等它59000，那我们就可以直接在价格这里限定它的价格59000，数量比特币1颗，我按买入比特币，它就这边给我们会有一个委托。如果说它一直没有跌下来，它就不会买到，但如果它贴了，你就会如愿的买到你认为一个合理的价格的一个数字货币。还有一个什么是滑点？所指的滑点就是我们买一个币的时候，比如说买比特币，如果你今天的资金量比较大，一次性买5颗比特币，那这样子它的订单簿上面可能没有那么多人卖比特币，就是这样子，你就直接帮它比特币的价位给拉上去了，可能就拉到63000上面去了。你原本可以在59000买到比特币，但其中一部分你可能买到59500，甚至一部分买入的可能是6万的比特币，这对你来说就非常的不划算啊。如果你选择这个交易所，它的深度够深，也就是它的订单簿上面很多人在这边买卖比特币，你一次性买5颗比特币不会影响到它现在的市场的一个价格，我们就称为它的深度很深，滑点就比较小，也就是不管它的上涨还是下浮的一个滑点非常小的，这样子对一个比较大的金额的交易来说呢，是非常比较划算的啊。那一般来说呢，我们都会认为肯定是越大的交易所它的深度就越深啊，尤其是像这种币安啦，毕竟是全球排名前几的这种今天的这种大额交易，通常都会选择在这样子的一个国际交易所上面进行啊，或者说你就你全部用限价单购买，这样子无论你买多少，因为你就限制在这个地方嘛，它就算罚上去也不会成交，这就是一种避免罚点的方式啊。什么是 USDT 泰达币呢？这个强哥前期视频也有讲啊，想了解的更深的新朋友们也可以去看强哥的之前的一个视频。比如说你常常听到人家说什么你就转 U 就好啊，那个 U 其实就是 USDT 的简称啊，它是一种同时具有可以跟所有交易所互动的属性，又有跟美元汇率绑定，也就是说恒定1:1的一个加密货币。它主要有2大好处，第一个是它的整合应用非常的广，所有的交易组基本上都有这个币，大部分的投资人呢都是用 USDT 作为本位再去做一些比特币的交易，不会像比特币一样涨跌很剧烈，有稳定的属性，所以我们称它为稳定币。今天如果说我需要转你多少钱给你，如果你选择转的是比特币，当你转的时候跟我收到的时候，对吧，可能它的价格因为实时波动，在我收到的时候就不一样了，这样可能会产生比较容易有的纷争。但如果你转 U 呢，就像币圈里面很多人付薪水就是转 U， 这样就非常的方便，它是稳定的，不存在价格浮动，所以这就是转 U 的一个通称术语的一个原理在这里面。所以并不是每一个币都可以走任何一条高速公路的。 USDT 其中一个好处就是它每条高速公路都几乎可以走。今天如果你要转 U 给人家，记得要跟人家要他的 TRC20 的地址，用这个方式转给他，会是最划算的。
盖世会也是最便宜的。如果你有听过盖世会，这个就是燃料费啊，这个也就是手续费，它并不是交易所要收你的，而是区块链上的矿工要给你收的通行费，就是刚才提到的高速公路上面的这个过路费啊。因为你要使用区块链服务，对不对？还是要付一点钱给你确认这笔交易的那些矿工。什么是现货跟合约呢？你经常会发现有人说啊，这个晒单那个晒单，他们晒的一个有几倍的杠杆，获利几倍的东西，这个交易是合约的交易。我们一般分现货跟合约交易啊。所谓的现货交易就是买比特币，我今天买了1颗比特币，这个就是所谓的现货交易。而合约呢，我们说我们做多或做空一个合约，如果我做多比特币，其实意思就是我买比特币是类似的啊，只不过我的账户里面不会真正的出现比特币，而是出现一张期货的合约的东西，来代表说如果比特币涨的话我就会获利，如果比特币往下跌的话我就会亏损。它有一点像期货的概念啊。如果新朋友还不知道的话，也可以回头看一下我这期视频币安合约做空教学，做空是什么意思啊？这里都有讲解的。那一般来说啊，任何人推荐你进来买加密货币，他们都会告诉你，你先买主流币就好。比如说比特币跟以太坊啊，尽量避免买小币。那事实上呢，主流币跟小币的定义，每个人的想法都不太一样啊。当然，比特币、以太坊这种市值前2名的肯定主流币。那有些人也会说，市值前10的都是叫主流币，也有些人说市值以下的、市值20以下的都算是小币，因为小币比较大，然后呢你就比较容易赚或者亏得更多的钱，所以大家会认为说新手还是先买，例如这种第一的比特币，2的以太坊，第3的是稳定币，这个它是恒定的1比1。接下来简单讲一下什么叫多方空方、多军空军，其实它们代表的都是一样的意思啊。做多的意思就是在合约中表示看好做多比特币，都是在比特币涨的时候我们就会获利。相反，我们做空，那我就是一个比特币的空头，我当空方啊，那就是比特币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获利。如果还有没讲到的，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也可以通过万能的 ChatGPT， 这个 ChatGPT 的连接强哥也放在下方了，成品账号下载直接可以注册安装就可以使用了啊。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是区块链，对吧？它会分分钟钟给你输出答案，它的一个定理，区块链的关键特点，所以我们只要我们想学，没有我们学不会的。在这个数字货币领域里面，你也会挣到属于你那一份小财富。如果今天视频里面对你有所帮助，请你赞赞，谢谢观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